家好，欢迎回到初木手工皂，我是依君。我们要来做芦荟肥皂。那上次有教大家怎么样准备这个芦荟这个添加物，要怎么入皂呢？就是把它打成芦荟汁，再做成芦荟冰块，然后我们用这个芦荟冰块来溶解氢氧化钠来入皂。好，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把冰块取出来了，然后我下面是有用这个保冰袋跟一盆水哦，因为我知道它在溶解的时候是会升温的，所以我不希望它温度升得太快，所以我就用这个外面还是用一个这个冰块来给它保冰。好，那我们就来溶解氢氧化钠咯，我氢氧化钠都已经量出来了。好，那我们就一次就是加一些氢氧化钠进来，好，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搅拌，那让它慢慢的溶解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刚刚有看到我这个氢氧化钠是事先量出来的，所以我有用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避免它会吸收太多的水分哦。但是即使你用盖子盖起来，它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吸收水分。好，用冰块来溶解，就是这样子。其实你也不用刻意的怎么搅拌，其实你这样画圈哦，连续画圈，它慢慢就会溶了。那一次不要加的太多，就一次加一些。好，那还是把盖子盖上。我是分次加，我觉得这样子升温就不会过高。如果它温度过高的话，产生梅纳反应，那就会有一些不好的气味。那我们在溶解的过程发现，它还是会有一些像是芦荟的纤维哦，可能是遇到氢氧化钠之后，它慢慢凝结出来了。比较不像我们刚打成芦荟汁那样，感觉其实都是液体，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些细小的果肉。那在我们溶解氢氧化钠的过程中，它就慢慢的跑出来。那等一下我会尽量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呢，在倒到油之前呢，我会做一个过滤哦。那我不太希望这些纤维跑到我们的肥皂里面。那现在它的颜色有变得稍微暗一点点，但是没有变成红色这样子。好，那我看一下温度，32度，其实温度不会很高，所以让它慢慢的溶解之后，我们就来打皂，就是把这个碱水跟油混合。那我就先放在一边。好，那么今天这是我的配方，就是其实这个配方我第一次做，所以也不知道洗感怎么样，但是我自己觉得应该还不错。到时候呢，我在晾皂后我再洗一下，试洗一下它的洗感，然后再跟大家讲这个洗感怎么样。那这是我的印油，我印油呢这次就是用的不是椰子油，我用的是这个棕榈核仁油我很少用棕榈核仁油，那就是想要试试看它的洗感。那棕榈核仁油因为它是好像肉豆蔻酸是比月桂酸肉豆蔻酸是比较多一点的，就是相对于椰子油来讲，所以它的起泡力就不会像椰子油那么高，也是很高啦哦，它虽然是 C14 的，所以它的洗感会比较温和一些哈。好，油酸应该也是比较高。好，那用的是棕榈核仁油跟棕榈油，就印油的部分，我没有用脂类哦，因为我这次的肥皂是想要做一个就是洗起来比较清爽一点，所以呢我就没有用脂类。那么我的软油部分呢，我用比较多的芝麻油，因为芝麻油洗起来是比较清爽的。那另外呢，我也用了精致的酪梨油，酪梨油本身是可以有深层净化肌肤的一些功效，然后再加上它的洗感非常的滑润，
那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设计来搭配，想要做一个可以既清爽，然后呢又可以净化我们的毛孔皮肤的一个洗面皂哦。好，那除此之外呢，我就是还打算加上一些这个法国的绿石泥。其实我自己是拿这个来敷脸的，就是用一点水，然后用刷子这样子敷在脸上。那它的这个清洁毛孔效果非常好，就是你敷完之后，你会觉得脸变白了。好，可是呢，它却不会让你感觉皮肤很干，所以它算是对于不管你是哪一种肌肤，其实都还蛮适合用来敷脸的，除非你是脸非常干啊，就不要用这个矿泥来敷脸了。好，它用来清洁皮肤，就是毛孔内的一些污垢啊，好，效果蛮好的。好，那我就打算用这样子的配方来制作，再加上芦荟本身保湿的效果，然后做一个就是既清爽又保湿，然后又可以净化我们毛孔的一个洗面皂。好，那么今天因为我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芝麻油，所以呢，就是我可能会要打造的时间稍微拉长一些。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皂化才会比较彻底，因为芝麻油本身的亚油酸是很高的，那亚油酸它的皂化反应比较慢，所以它需要比较多的搅拌跟比较长的一个皂化的时间。好，所以呢，就是像今天天气比较热嘛，所以我就不会再把油加热了。如果天气比较冷的话，我可能就会考虑把这个油呢稍微加热一点，让它的皂化会更好。好，那我就把这2锅油先混合在一起。记得我们在使用我们的硬油的时候呢，它如果有凝固的现象，你一定要把它加热融化到清澈透明之后呢，再来做皂哦，不然皂化会失败哦。那因为这个石泥我其实蛮担心它很不好搅拌的，所以我这次就不打算做渲染了，我就直接把这个矿泥就放进去我的油锅里面一起先混合。那我的精油我也一起放下去，我这次用的是一点柠檬，然后一点维吉尼亚雪松，一点薰衣草，还有一点茶树，综合的配方。那我就先把它混合一下。好，我先把我这一锅就是油，还有精油，还有色粉先混匀。现在我要把我的碱水，倒下去。温度应该是不会太高的，我都来量一下好了。这个油温是34.3，碱水是28.5，好，这样子也算是偏低温啊。但是我的室温其实蛮高的，室温大概有28度、30度吧，所以其实不担心温度低。那么刚才这个碱水里面还有一些芦荟的一些纤维，所以我把它过滤出来。因为担心它会因为这样子过滤的时候可能会碱太多，所以就尽量要把它沥干。像这样子，在重复的挤压的时候，
倒下去之后，就先用手搅拌。我觉得这个精油的香味其实还蛮棒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其实我比较喜欢薰衣草跟雪松，或是薰衣草跟茶树，或者是柠檬跟雪松、柠檬跟茶树这样子的组合。但是没有想到4个加在一起，味道也还蛮棒的。好，现在就下方没有碱水沉淀了，就可以用电动搅拌棒来搅拌。我会从最低速开始。然后我每次电打的时候，我会再把速度提高一些，因为它越来越浓稠，可能这个低速的时候呢，这个整锅皂液就有点翻不太动，所以就是改成速度就提高，但是速度提高，我们打的时间就不要太长。我们就是尽量让它色泽还有质地都达到感觉是一致的，那我们再开启电打。用手搅呢，目的是让它整锅能够均匀一些。那我就用这个原则慢慢把它打到我想要的浓稠度咯。那我现在这个稠度就是慢慢越来越稠了。那我摸我的这个油杯呢，也是有温温的，代表它已经开始有皂化反应了。好，那目前是41.8度。那我现在就是，虽然我用电打有慢慢的把它打稠，但是我现在就尽量用我的手搅把这一锅混匀一点。那在这一锅，它的状况就是说，还有加入这个矿泥粉。那矿泥粉本身其实它遇到水就会变成像泥巴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说它有可能在打造的时候，让我们的皂液就感觉比较稠，有可能你会认为说是不是脆死了啊？其实是还没有到的，所以呢就是要多一点时间搅拌哦。那再加上芝麻油也比较多，所以呢尽量就是多一点时间搅拌。好，那我现在就是把它打得还蛮浓的，我觉得再差不多手搅一下，我就可以来入模了。好，先看一下现在的温度，现在皂液的温度就到42.5度咯。好，我会把我的锅边呢，就是稍微刮干净，然后底部也是，就是在入模前，我会把这一锅再稍微整理一下。那我会把这个，就是我们的搅拌棒哦，放在里面，然后稍微挡一下。那先把它敲一敲，那剩下的呢，就把它倒进去。因为像是矿泥类，它容易影响我们肥皂的起泡，所以我就不要加太多了。那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棕榈核仁油用的比例比较高的原因。我用到22%，我
就是在想说，如果矿泥比较会影响起泡力的话，那我就这个起泡力像椰子油啊、棕榈核仁油这样子的起泡力的油，我就放稍微多一点。好，现在已经过了有5分钟了吧？我们来做一些顶部的装饰。哇，感觉我打得很浓，其实实际上还没有那么浓呢。哇，我觉得这个肥皂超级细致的。非常像那个，好像米浆这样子，但是很光滑、很光亮，感觉就是超级细致的一款肥皂。OK， 好，这样子就可以啦。那我来把保鲜膜包上。像是有开始做渲染皂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塑皂看起来颜色土土的。好像不好看，可是实际上，尤其是加了矿泥，会觉得它好像就是一个泥巴色。可是实际上，这种自然的颜色是让人看得最舒心、最心旷神怡的，非常天然，全部都是自然的添加物。好，那我把这个木盒盖上，然后放保温箱里面，隔24小时就可以脱模切皂了。好，这个肥皂呢是经过了48个小时不到48个小时啦，就是差不多1天半36个小时左右。好，本来是24小时就要切的，但是就有点事情忙不过来。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块肥皂吧。好，因为这上面有一点做了一些造型，有点凸起来，所以我脱模的时候用手在下面稍微接一下。这就是这块芦荟肥皂，绿石泥芦荟肥皂，我感觉它质感蛮棒的，像是我们在入模的时候，它这个边缘多多少少都会高起来。那我在切皂之前呢，我太高的部分，我会拿一把刀子，就把它稍微削掉一些。再来就可以来切皂。好，我这个肥皂是15公分长，所以我2.5公分切1块，这样子是可以切出6块肥皂。好，看起来还不错哦，感觉是蛮细致的。像这里面有这个空洞，那是因为我在入模的时候，我的肥皂其实皂液已经蛮浓的了。如果你们喜欢，就是希望说你的肥皂看起来就完全都没有孔洞，然后呢，感觉是非常的细致的话，那你在搅拌的浓度就不用到这么的浓。好，整体来说，这个肥皂就是非常的细致，非常漂亮。好，这是最后1块了。那我会经过45天的晾皂的时间，
在酿造的过程，因为我们这个肥皂它用的芝麻油比较多哈，然后所以亚油酸比较高，所以我们在酿造保存的时候，就尽量的避开光线，通风就好了。那不要去晒太阳，然后也不要在非常高温的环境。好，那我就会让它酿造45天之后呢，我会做一个试洗。再来试洗给大家看，看看这款皂的配方，它的洗感究竟如何。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咯。肥皂经过1天了，现在它就变得比较干爽咯。这样子呢，就是一块非常的朴实、非常天然，好也非常自然呈现的一块手工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风格，感觉很自然，然后让我们的心情很放松。好。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肥皂对你来说好像有一点太朴素了，比如说你想要送朋友啊，觉得这样太朴素了，那你可以对这个肥皂做一点点的修饰。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边缘啊，现在我们这是直角的边缘，你可以透过修皂器这个边缘稍微修掉一下，然后做一个修饰。好，很简单哦，就是这样子。像这个修皂器呢，它都会有一个凹槽，那你就把直角的地方呢对着它的凹槽，然后这样子修过去，它这个边呢就会被你修掉了。好，那修过之后，感觉是不是就更精致了呢？这边缘。那么另外一面就是没有修过的样子，好，就是最自然、最朴实的样子。那就看你喜欢哪一种风格哦。好，那我就把这块呢肥皂都做一个修饰，做一个修边。好，这样子就修边完成了。肥皂感觉就更精致了。那如果你觉得肥皂这样子，还是感觉太素了，你想要送朋友，然后觉得太素的话，你也可以呢，怎么样？就是为这个肥皂盖上皂章。好，那皂章呢，就是网络上都可以买得到，有很多不同样式跟材质的。好，那就把皂章呢，就放在你想要盖的位置，比如说我想要盖在正中央。好，那我是建议你们可以用胶锤哦，刚好我手上没有胶锤，我也是可以用手来盖。那用手来盖呢，就是你可能要站着，然后呢手先把掌心的这个地方对着我们的手掌下缘这地方就是对着这个皂章，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往下压，好，然后稍微从正中央压下去，感觉它都压到底。好，我们再拔起来的时候，稍微这样子前后上下的左右动一下，好，拿起来就可以了。盖上皂章的肥皂，看起来更活泼可爱咯。好，那大家看这块肥皂，就是经过了45天我们做的芦荟矿泥肥皂。那这个颜色好像有稍微淡一些些，但是我的绿矿泥本来就加的不多，所以呢颜色也没有很深，但是呢它是有一点点的淡绿色的。好，那我就把它切了一半，然后我们来试洗给大家看哦。那如果你是在水龙头下洗哦，通常会比用这个水盆呢，感觉那个泡泡搓起来会比较明显，所以我要先多泼一点水。好，哇，这个泡泡我好喜欢哦！感觉这个泡沫非常的光滑。然后呢，你这样搓起来，它的泡泡也很多哦。刚开始好像是比较滑的大泡泡，然后现在呢，越搓，看这泡泡越来越多，越细密。哇，超浓密的泡泡，而且我们加了芦荟在里面哦，
感觉这个泡沫水就是很光滑、很舒服。好，那我先把我的肥皂放在一边，来给大家感觉一下这个洗完什么感受哦。哇，你看泡泡超多的，而且这个泡泡是越搓它就会越感觉越浓，然后但是这个泡沫它不是很黏、很浓密的那种泡泡，是比较轻的，它很轻，泡沫很轻，然后稍微松一点，但是还是很密。然后呢，我来冲水看看。哇，这泡泡真的超级多的，应该是本来一开始搓就是肥皂就有很多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量不够嘛，所以呢，你刚开始就会觉得泡沫好像没有出来，但是其实很多的泡泡。因为我加了矿泥在里面，通常它会让起泡力变弱，但是我没有加的非常多，所以它起泡力还是很好哦。而且这次是用棕榈合仁油，所以它会感觉更亲肤一点，清洁力稍弱一些。哇，洗起来超舒服的，没有办法用这一点水把手洗干净。啊，很光滑，很舒服。好，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敏感的呢，你可以考虑就是像椰子油啊、棕榈合仁油加少一些，然后用一点点的矿泥来替代，因为矿泥本身就是有这个清洁皮肤的效果。那如果呢你是一般性的肌肤，你可以考虑就是椰子油、棕榈合仁油稍微多一些，它可能泡沫会更多一些哦。好，这就是这次的芦荟矿泥肥皂。哇，我非常喜欢，我是觉得它也很适合来洗脸，它很温和，然后呢，起泡力也不错，然后呢，洗起来又很光滑。好，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试试看，用你自己家的芦荟，或者是你要跟农场买芦荟也可以，来做做看这一款芦荟肥皂、芦荟矿泥肥皂。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